数百只海象被逼上绝路，集体坠崖自杀。海象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在俄罗斯东北部的海岸上，生活着一群无忧无虑的海象，它们不仅在这里大肆繁衍，而且还发展成了庞大的种群。但让人奇怪的是，它们却频频跳崖自杀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它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其实并不是海象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，而是它们的天敌太多，一旦它们大规模的聚集，就很容易吸引北极熊的注意不说，而且稍有不慎，它们就会命丧当场。说到这儿，就有人疑惑了，海象的象牙如此锋利，为何北极熊却丝毫不怕呢？究其原因，主要还是因为它们拿捏了海象的弱点。别看海象的体型非常庞大，极个别的还能达到2000公斤以上，但它们的四肢却不足以支撑它们的身体，这样一来，它们的行动也十分缓慢。一旦北极熊出现，它们根本来不及逃跑不说，而且还会自乱阵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它们的象牙也没了用武之地，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，它们只能沦为北极熊的盘中餐。当然，北极熊还有一套专属的捕猎方法，既然以一敌众毫无胜算，那何不利用海象的胆小将它们一网打尽呢？这样一来，北极熊遇到海象也不急着捕杀，而是躲在暗处伺机而动，从背后给它们一个猝不及防。面对这一情况，海象也猛吓一跳，为了保命，它们只能四处逃窜。殊不知前方等待他们的就是万丈高崖，稍有不慎，他们就会纷纷坠落不说，而且被摔死也是常有的事。所以北极熊要想填饱肚子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海象逼上悬崖，这样一来，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美餐一顿。众多海象滚落悬崖，难道只是因为天敌的追捕吗？其实不然，它们的视力也比其他动物差得多。想必有不少人都知道，海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浮冰和海滩上度过的。无拘无束的它们不仅会挤在一起晒太阳，而且还会集体出去觅食，但出去容易，回来可就难了。行动力缓慢的它们只能踩着同伴的身体往上爬，殊不知它们1-2吨重的体型，也常常压得同伴喘不过气，严重时还会致命。为了避免踩踏事件的发生，海象们只能不停地往高处爬，而悬崖就是它们最好的选择。这样一来，它们不仅有了宽敞的生活空间，而且还保住了小命。殊不知它们的视力就是它们最大的缺陷，因为它们无法感知悬崖的深度，所以它们也就无法预料其中的危险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只要它们顺着悬崖往前，就会酿成悲剧。除此之外，人类的大量活动也会导致海象集体自杀，因为海象非常胆小，所以只要有风吹草动，它们就会落荒而逃。不论是飞机的轰鸣声还是船只的汽笛声，都让它们紧张不已。为了保命，它们只能不停地往前跑。殊不知海滩前面就是万丈高崖，所以并不是海象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，而是其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。数百只海象集体坠崖，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想必有不少人都知道，海象的一生大多都是在冰面上度过的，丰富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气候，更是让它们肆意繁衍，而它们也一直过着群居的生活。但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，海象的栖息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破坏，极地冰面越来越少不说，而且它们还常常因拥挤发生踩踏事件。面对这一情况，海象只能前往海滩生活，殊不知它们的大规模活动很快就会引起北极熊的注意。一旦北极熊出动，胆小的它们就会一哄而散。为了保命，它们只能不顾一切地向前方跑去。但没想到海滩的前面就是万丈悬崖，稍有不慎，它们就会直接坠落。除此之外，野生海象的交配过程也需要冰面的辅助。每到发情期，母海象就会在冰面上释放自己的魅力。只要公海象接收到求偶信号，它们就会迫不及待地跳上冰面，完成繁衍后代的大任。用不了多久，母海象就会生出一窝可爱的小海象。但到了沙滩之后就不一样了，天敌众多的它们不仅要时刻提高警惕，而且公海象也很难看到发情的母海象。这样一来，它们的种群数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。所以并不是海象甘愿走上自杀的道路，而是它们被逼无奈。但不论如何，这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。为了生存下去，它们只能提高自己的实力。你们觉得海象为何集体跳崖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并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